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女演员长相多重要？34岁陈浩宇跟35岁谭松韵对比，差别一目了然。演员一向是6分颜值，4分演技，颜值长相绝对是锦上添花。至于其他，就得靠自己拼。毕竟是演戏，而观众也是视觉动物。长相首先就造成了不同的差距，就如刘晓庆年轻时候那叫一个风华绝代。虽说现在很多人跟上她的节奏，不再觉得年龄是一回事，但当她真的以70岁高龄演起了短剧，扮嫩起来，视觉上还是构成了很大冲击。可以支持她的行径，佩服她的锲而不舍，但是对于她演的剧，多少是支持不起来。无论长剧、短剧、古偶、现偶，亦或者是现在兴起的年代剧，对于女演员的长相来说，也是一重极大的考验。长相上的差距非常明显，体现在了剧里。好好的时光尤其明显，50岁的梅婷仿佛吃了不老丸，本身就略带钝感，但又不土气的脸型，不要太适配年代剧。父母爱情时候是蒸蒸日上的节奏感，仿佛上午的太阳，伴随着早晨的轻雾冉冉升起。而现在就像大中午的太阳，劲头十足，一举一动都宛若真的在生活，堪称年代剧的真神来着。护犊子的母性光辉更足了，即使脸上褶子多了，布满岁月痕迹，也不影响她发挥，反而是2个年轻女儿各有不足。苏小曼的亲生女儿王媛媛，张越饰演。一开始看她其实很别扭，因为是1994年出生，32岁演出高中生年纪的小姑娘，扎着2个孩童式的小辫，躲在母亲身后，也全然不像。张越的眼睛眼白过多，攻击性太强，尤其是一瞪眼，不似小孩般纯真。扮老容易扮嫩难，一开始如果用个小年轻，估计会好很多。但到了后半部分，长大后的张越就很贴合了，短发成熟，整张脸透着清冷麻木，被感情所困，不喜欢多话的形象一下就活了。比起强行扮嫩时候的打扮，还是这样的张越更顺眼，更显得有自己的发挥余地，不用再局限于难演的小孩姿态，更自然一些。张越前期的出戏其实还有个原因，那就是陈浩宇饰演的庄好好。34岁的陈浩宇确实演出了一个有年龄差距的大姐角色，两人年龄差距不大，但要演有年龄差的姐妹，确实很不对劲。陈浩宇的打扮相对成熟，弄着成年人的头发，操持家里家外，上班赚钱，打扫家务，操心父亲年幼的弟弟。60、70年代这样的大姐角色不要太多了，角色天然的好感度一下涌出了屏幕，即使是哭闹也自带伤心滤镜，惹人怜爱。不过后半截在年龄上的变化不大了，尤其是她偷偷生下孩子后，也没多少的状态变化，显得整个时间像停滞了一样。带娃的时候依旧像姐姐教训弟弟，缺少了几分隐忍的母性，这也是年代剧的一大弊端。尤其是从年轻时候演到中年老年，时间跨度大，需要妆造跟上进度，演员也得跟上。念到儿子的时候，台词不要太耳熟，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喝了你总得喝到肚子里。读书上进一点啊，是为了表达这个效果，奈何演员眼里没有母亲的光环，没生过孩子，也没体会过教养孩子的难处，确实是没那么容易把护犊子3个字完美演绎出来。随着年代剧越来越多，这样的不够细节化表演也在很多年轻演员身上弥漫开来，只适合演浅显的，而不是适合把角色的高度拔高。谭松韵主演的《我的山与海》也暴露出同样的问题。
已经35岁的谭松韵，她的长相依旧是她最好的利器。简单披发造型，碎刘海，足够凸显她的清纯不谙世事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脸上也没有一丝胶原蛋白的流失。演一个满打满算才20出头的大学生，不要太合适了。放眼圈子里的同龄人，没几个人还能有这个优势，不需要过度修饰，足够把角色的少年风采全部释放出来。长红多年的优势也在于此，为改命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远赴深圳，从小打拼。可到后期，不仅剧情悬浮，就连演员的脸也无法落地现实。先不说女主方婉之带着姐妹一下就借到30多万的货款，跟玩一样，一下又是这里负债，那里要货款，本来还毫无根基的姐妹几个，竟然能把这么多资产玩转，轻轻松松创业成功了，还一天一个样，简直像按下了快进键。剧情倒是推进了，但说服不了观众啊。即使是70、80年代号称遍地捡钱的深圳，那也得讲点合理性，否则早就遍地是富豪了。很显然，编剧都没顾上这些。人无完人的前提，也得是有合理且有进步，在方婉之身上都没看到，反而总能看到她身边出现红颜知己帮忙的影子，甚至就连上市公司老总也莫名对他产生好感了。虽然是居心不良，但总得他有本事，对方才能有打算的余地。恰好的是，愣是没看到女主的优势在哪里。本来好好的年代剧，瞬间改成了敷衍的霸总文学。尤其是谭松韵的脸上，娃娃脸有优势，劣势也很明显。演不出杀伤力极强、极具野心、能玩转商场的能力，在姚总的衬托下，更显得他毫无社会经验了。但实际上，他已经出来闯荡了很久，不应该还是这副不谙世事的模样。就连被指责、生气的时候，也麻麻的，毫无威慑力可言。把经商演成过家家，陈浩宇跟谭松韵都是这样，明明一开始都很好，但演着演着，长相变成了弊端，跟不上角色本身节奏了。难怪演员要跳出舒适圈很难，就连宁静都说，演员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突出，除非是特别下定决心的那种，否则不要把自己当八爪鱼，拿捏住自己的长处就好，这样才不会吃亏。这也是到了30岁以后演员的选择吧，毕竟过了30岁，长相上的优势会慢慢褪去。是继续保持原样，最终被市场抛弃，还是转入新的领域，多次尝试后才能知道答案。当然，也有真厉害的，如赵丽颖，能把自身圆脸小巧的长相转化为优点，硬生生靠着演技撕开一条路，刚柔并济。正如一开始所说，长相是入场券，非常重要，但入场之后还是要靠演技，努力把脸拉到跟角色贴合。观众能看到的还是角色传达出来的魅力。